我刚刚在餐厅不是已经跟你发过誓了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没有拿那卷底片啊。而且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关继明可能在我们警察局里面放了卧底啊？真的啊！哎，不过我怀疑有3个人的可能性最大，我就快查出来了。哦，你跟小明说，千万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谢谢阿基啊，好，再见。嘿，青彩，你好啊，我刚才经过你家楼下，觉得有点困，就上来躲一下。哎，刚好见到你，麻烦你顺道还进这比赛了。哎，不是，精彩哥，你不要，我叫你马上还债呀！你试试看不还，我明天就带队去你警察局附近，把这些借据影印了到处发，就像那些议员竞选发传单一样发，见人就发，还要在车上安装大喇叭广播：秋水哥还钱，秋水哥还钱！精彩哥，你不要这，你这是不是要把我逼死啊？是你想把我逼死才对吧？我打算搞定这件事，收到关继明的钱，跟一个角头大哥合伙出来做一笔大买卖啊！我刚刚收到消息，高昌已经找到那个游客，还答应他出来当证人。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刚才也收到消息了。不过这不干我的事啊，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把那卷底片彻底销毁了。我从来不听解释，只要告诉我结果。好，精彩哥，你放心。我刚才听我的手下阿荣告诉我，高仓带证人回来的时候，自己都痛得没有办法亲自录口供了。我看他也活不长，差不多了。以后只要局里面没有他碍手碍脚，你要我在警察局里面做什么、怎么做，都可以嘛。好，那你好自为之了。喂，我下班啦，等下就回去了。没事吧？你走路没长眼睛啊？你不怕死啊？趁。桂大神，我是警察局那个女警海汉子啊，你认得我吗？认得。你刚刚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你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怎么一下子头发白了这么多？我没事。我老伴离开了。啊？怎么会这么突然？是为什么1个礼拜前，住在嘉义的侄儿来了，他骑着摩托车，带着我老伴去吃饭，在经过小林被强奸的那个巷子，我老伴把我们当天晚上看到的事跟我的侄儿说，我侄儿听了入了神，有一台货车迎面而来，他没有看见，我老伴受了重伤，送到医院，当天晚上3点钟就离开了。医生说，我侄儿下半身要坐在轮椅上啊。大婶，你不要难过啦。那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帮忙的吗？帮忙？不可能的，自己做假口供，做坏事，报应当然会来了。不可能有人会帮我的了。没有了啦。你现在去哪里呀？我去医院看我侄儿哦。要不要我送你过去嘞？不用了，这是观世音菩萨
在惩罚我，我应该接受他的惩罚。杨先生，请问你从哪里来的？我是从澳门来的，我是澳门人。杨先生，那请问你的职业是什么？我是澳门一间天主教学校的教员。那为什么会到高雄来呢？我和太太一起来高雄旅游。今年的9月2号晚上8点30分，你在哪里？我当时在民权一路。你跟你太太去那边做什么？我和我太太去那边吃晚饭，吃完饭就在附近逛街，顺便拍一些街景，因为我一直都有拍街景的兴趣。那你在拍街景的时候，看到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看到一个少女惊慌失措的拼命跑，少女为什么要奔跑？因为她后面有个男人追着她，跟着呢？那个少女就被那个男人追到，然后他们纠缠，然后那个男人就倒在地上，看起来好像喝了很多酒，脚步很不稳。那个少女逃脱之后，就跑到一个小巷子里面去。我太太因为很紧张，拉着我要走。之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就不清楚了。杨先生，那个男人现在在不在法庭？在，就是他。被告，麻烦你抬起头来。杨先生，请你看清楚，是不是他？没错，是他。杨先生，你认识被告吗？当然不认识。庭上，被告的作证人都是他的亲戚、朋友或是相识，全都是有关系的人。可是杨先生跟被告素未谋面，没有任何的仇怨，更不可能有利害的关系。所以到底是谁在说谎？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最后我再补充一点，这位杨先生是在澳门的一个天主教学校任教18年，安分守己，没有任何的过错，甚至于他没有缺过1堂课。可是他这次来做证人，起码要缺课2个星期。留在高雄来作证，对杨先生来讲，全是因为良心的呼唤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益可图。庭上，我问完了。辩护律师，你可以盘问证人了。杨先生，请问你看到男人与少女在纠缠的时候，你的距离大概离他们多远？大概20米左右吧。20公尺？那你还能那么确定他的长相吗？因为当时的天色已经开始昏暗，路上也不过只有几盏路灯而已，光线并不充足哦。我想当时的光线应该可以，我不会认错人的。是吗？杨先，你衬衫上面怎么有一块污渍啊？哦，今天早上不小心弄脏了。不小心的那个人不是你吧？而是另有其人。早上你坐电梯的时候，有人拿着一杯咖啡，却不小心打翻了，还弄脏了你的衬衫，是不是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不但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这个人现在就在法庭里面。杨先，请你帮个忙，告诉我那个人在哪里？他根本不是在这里。我非常明确告诉你，他就在这个法庭里，请你马上指出来，他在哪里？应该是第3排穿绿色衣服那个。你确定是他？应该是。今天早上把咖啡洒在你身上的人是我。庭上，案发当时他与被告相距20公尺。今天早上我跟他是面对面零距离的接触。案发当晚的光线昏暗，今天可是灯火通明。他口口声声说认得出被告，却认不出我，这代表证人说话完全就是不负责任。你胡说！说谎的人是你。案发当时你根本不在现场，也没有见过我的当事人。庭上，我问完了。庭上，我当时本来要报警的，但是我老婆怕麻烦反对，
硬要拉我走，就在拉扯的时候，还差点被救护车给撞倒。车上的救护员还下来会问我，这件事情啊，在附近的医院是可以查得到的。喂，金彩哥，我是秋水。我最近没有办法掌握到高层他们有什么新的行动啊。是啊，虽然我是他们的长官，可是他们最近防我防得很紧啊。他们有话不会在我面前讲啊，一定是私底下讲嘛。好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复制你办公室的钥匙，所以我喜欢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进来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没有啊，只是最近我对你的私人生活产生了兴趣。怎么样，秋水哥？昨天晚上帮你做脚底按摩的师傅，技术好不好？你竟然敢找人跟踪我！我是你的上司，我是高级警官呐！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，你说我会不会怕什么上司、什么高级警官？我不知道你背后藏什么，我也没有时间去查。但是我警告你，你不要猪猪把贯中绳之于法。我跟你总算是亲戚一场，不想看到你身败名裂，搞得要跳舞。你不要太过分了，高仓。干嘛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是谁？是关敬明还是金彩？桂女士，上次你出庭的时候，跟你的丈夫很确定的说，在案发当晚看到的男人不是被告。可是做完证之后，你又跑去警察局报案，推翻你自己的证供，说其实当天晚上跟少女纠缠的人就是被告，出尔反尔。你知不知道，在法庭上面做假证供是藐视法庭，是犯法？我知道。到底在案发当晚，你看到的男人现在在不在法庭上？是他，就是他。那为什么上次出庭的时候你要做假证供呢？是因为那个叫金彩哥的，他来恐吓我们，还把纸钱撒得满地都是。他说，如果我们有胆指认他的话，我们很快就会用到那些纸钱。我跟我的老伴都几十岁了，我们不怕死，还是认为要指证的。可是没有多久，我住在嘉义的大儿子被他指使喽啰，绑架我的儿子在一条后巷子里面，他们还把纸钱塞满了我大儿子的嘴巴里面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现。之后，我住在新竹的外孙，他最疼爱的那只黑狗，被人给杀了，吊在门口的大树上了。你为什么不报警？报警？我觉得报警没有什么用，我一心只想着家人的安危。我对不起自己，我对不起老伴，我对不起观世音菩萨，我更加对不起那个可怜的残障女生了。对不起，我愿意坐牢，我愿意接受惩罚。桂女士，只要你不要再隐瞒事实，做出正确的证供，我相信庭上还会从轻发落的。到底在案发当晚，你所看到的男人现在在不在法庭上？请你指证出来。是他，就是他。辩方律师，你可以盘问证人了。
桂女士，我知道你是拜观音的，而且非常的虔诚。3岁的时候就已经认了观音做干妈，而且每年会定期捐款给观音庙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半个月前，你的老伴跟侄儿发生车祸，老伴死了，侄儿有可能会终身残废。你开始到处跟人家说这是观音大士给你的惩罚，请问你有说过这句话吗？有啊，因为我做错事了，观世音菩萨当然要处罚我喽。我有访问过你的邻居，他们说你老伴死了之后，你就常常会开始自言自语，对着空气好像在跟人聊天一样。请问你是在跟谁聊天啊？是观音大士吗？是啊，我求观世音菩萨原谅我，要报不要报在我亲人身上，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呢。那你有没有梦过观音呢？有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。他有没有吩咐你什么事呢？他吩咐我要凭良心做人。他说那个哑巴女孩很可怜，命令我一定要出面指认她。如果今天观音跟你说，当天晚上强奸那少女的并不是被告，而是我，你是不是同样也会出庭来指证我啊？你胡说八道！你太迷信了！庭上，我怀疑证人的精神状态有问题，他的证词不足采信。我精神没有问题，是你自己根本在乱说。我信观音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哈！桂女士，你不用再说了，你刚才的回答已经证明了你的精神状态有没有问题。你可以冤枉我，精神上有问题。你可以请法官抓我去精神病院，抓我去坐牢，都没有问题。可是，我想请教你一件事：我疯了？难道我所有的亲人都疯了吗？你们站起来，大声地向法官大人说：是的，法官大人，我是桂大婶的二儿子啊，我的确让人绑起来了，而且满嘴被塞满了纸钱，我也没有拜观音。法官大人，我是桂大叔的弟弟啊，他在车祸前2晚有找我一起喝酒，他哭了，他说他很对不起那个哑巴女孩啊。法官大人，我的确给人打2巴掌没错啊，打得我脸都肿了，而且他还说如果我老妈出庭作证，他就要杀了我，我也没有拜观音啊。法官大人，我外婆没有神经病。法官大人，我姑妈就是为我们才说谎的，她没有神经病。是啊，阿忠，儿子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镇定一点，我们还没有输啊！你放开我！你都害死我了！老爸，我要坐牢了，你知道吗？30年牢！你们开心了？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坐牢！儿子，你不要哭，儿子你不要哭啊！哎，你要哭回房间哭，烦死了。潘律师，我们来讨论一下，看有什么办法。要钱关大哥有钱，要人我金彩哥有人。总之我豁出去了，不可以输给高昌。老爷，金彩，高昌，你来干嘛？这场官司还没打完呢，谁输谁赢还不知道了。刘才先生，这是检察官发的拘捕令，现在拘捕你还有你们3个，因为你们涉嫌恐吓控方证。绕口令啊！上手铐。是。曹队，麻烦你了哦。亲了。哦，这太不温柔了吧？走。阿忠，放心，警察局只是叫那边派长官就回来了，有唐律师在，你别害怕。走。惨遭少女被性侵案件的审讯已经接近尾声了。根据本台的民调指出，认为关冲有罪的已经大幅攀升至88%，认为关冲无罪的人只剩下12%。如果日后证明关冲父子口供造假的话，那他们的行为真的是太令人发指了。今天早上更有报纸使用"全城怒吼"4个字作为他们的大标题，可以想象这个案子究竟有多轰动。明天关冲会再度出庭应讯，这个案子还会不会有峰回路转的发展呢？请继续锁定本台的新闻报道。
汉子啊，去安口庄那里订一桌最贵的酒席吧。我们齐些请桂大婶跟他的家人，还有杨先生他们吃一顿好的。这场仗实在打得太辛苦了。就是啊，老爸，要不等案子判定之后再说啊？先定没差吧？姐夫啊，这个案子完成之后，我想要回屏东，我不想要留在这里。你们可以一起来屏东啊！我想要亲自下厨煮饭给你们吃，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啊！小莲啊，这顿饭去哪里吃呢都行，最重要的就是你开心，你开心呢，什么都行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辛苦。现在我已经请示过检察官那边了，他们批准你的保释，你随时可以走。是吗？洪帆他们把所有罪名都扛在自己身上了，他们没有说是我幕后指使他们的。你到底走不走？哎，惨了！我们这一对天敌斗了这么久，我对你的感情真的是越来越深了。你挂了之后，我想我会很闷的，人生乐趣都没了。不要怕，我下去之后，我想没多久你也会跟着来。是吗？我的背上可没子弹。金仔，我当警察这么多年，我见了太多了。你这种不会寿终正寝的，大多都是横尸街头，年纪轻轻就挂了。真的哈？那我真的要认清楚你的样子了。到了下面再找回你做朋友。有一点我不懂啊，金仔。你记得在警校的时候，我们为了帮一个被非礼的女生出头，结果你被4个小混混打得头破血流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是把他拉回警察局。有啊，我知道你记得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？关中是个强奸犯，而且强奸是个残障女生呢。人是善变的动物，没有人像你这样10几年不变的。我高三维护正义，向黑道说不，我就是敢。走啦，保重啊。喂，快点！小姐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？他们总多少人？金山，金山，小姐没事哦，我报警哦。金山，给我谁干了？说，是你？还是你？还是你？干什么要做啊？什么？快走，跟我一起来，跟我回去。不要！害跑！不害跑！下一步，警察，不要动！放开！放开！走！下一步，不要打！不要打！啊！好了，不要打！下一步。不！警察！走开！老周，喂，金彩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
临走之前我就说过，很快就回来的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哎，你老爸在楼下喝醉了，你要不要下去看一下？哦。哎，金彩哥，你不要看我！来，你这个兔崽子，我告诉你多少次，不要讲这个死掉，你听不懂啊！还我了，金彩哥。我们为了你这个兔崽子，弄到把睡也睡不好。我家还有3个兄弟在警察里蹲苦窑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老爸也在下面喝烂醉如泥，你一个人在那边给我做行政，做行政，做行政啊！金彩哥，你不要再打了，我也不想了，可是我满脑子都是他。我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想输给高昌啊！但你如果还是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不会再帮你了，你死了活该啊！谁来的？哎！阿忠。金彩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战士哥在黑道上混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啊？阿忠，你干嘛？阿忠不用你帮！阿忠是我的人，我从小看他长大的，我不会让他有事。那帮臭条子想要抓他，我还把警察局给杀了。你说你是战士哥？怎么样？战士哥都不知道是谁啊！我告诉你，不需要你这个废物管，由我来话事。我是幕后大元帅，你听到没？阿忠，我问你听到了没有？阿忠，你疯了！我问你听到了没有？走开！阿忠，阿忠。阿忠，阿忠，你没事吧？金彩哥，你怎么会在这？你不是被警察抓到警察局了吗？保释出来了吗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金彩哥，你有事要找我谈啊？没事，你先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出庭啊。哦，先休息。被告，去年的9月，有一位叫做李秀妹的酒店小姐去警察局报案，说你喝醉了酒，把她错当是海汉子，还强吻了她，是不是有这件事？没有，那件事情早就过去了，警察也没有控告我，他们都说我是无辜的。没错，当时警方的确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控告你，但是你的确常常喝醉酒，喝酒闹事，并且企图强奸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啊！庭上，经过多日来的审讯，真相已经大白。在9月2号的晚上，被告因为思念海汉子，所以到他家门口去等待。当时他已经喝了酒，突然之间他看到可怜的被害人经过，被害人当时穿着海汉子经常穿的衣服，所以被告就把被害人错认为是海汉子。没有这回事，绝对没有这回事！被告一路的尾随被害人，被害人受到惊吓，拼命的跑，他就拼命的追。Ridiculous！ Been practicing love for the past 30 years. And I've never seen such an unqualified prosecutor. I suspect your legal qualifications are fake. These are all false.
Accusations！ 在说什么？听不懂英文吗？我说你荒谬啊！我从事法律30年来，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像你这么不及格的检察官。刚说的，全部都是垃圾。你说你从事法律30年，你不认识我 ？William Cole， 美国威斯康西州的首席大法官。你连我都不认识啊？你这法律界是怎么混的 ？William Cole， 你说你是首席大法官？关大哥，他干嘛？我也听不懂了，他发病了，他发病了。I don't want to waste my time to answer you。法官大人，我认为刚刚这位检察官所说的法律共振全部都是错的。First of all， 他描述我当事人强奸的过程全部都是他的 imaginations。She's only suitable for writing novels, absolutely not suitable to be a prosecutor。这里是法庭，如果你再继续做戏的话，这是藐视法庭。Secondly， 他接纳一个会说谎证人的证词。It is obstruction of justice。不要再审，不要再审了！我儿子发病了，再审下去他就发疯了。肃静，肃静！法庭里保持肃静。法警，把他押出去。给我插嘴！你就去做。儿子，没有人懂法律。儿子，回家了，儿子。没有一个懂法律的，你们没有人懂法律。没有人懂法律，没有人懂法律。我们回家了，儿子，回家去。由于被告情绪失控，本席宣布暂时休庭。到家了，儿子，到家了。这种人，什么都是错。哎，快下，快，坐下，把王美请的赶一赶，马上还有很多要来。哎呀，儿子，你回房休息去吧。我上诉到最高法院。好了，儿子，你小心点。哎呦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儿子，爸，唐律师，阿忠在这啊，我不是要去出庭吗？哎呀，你都坐了，你看看你样子，你太累了，你赶快去休息啊！先去休息，回房休息，小心点。关大哥，阿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最近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，没事的。没事。他昨天晚上掐着我的脖子说他是角头大哥詹士哥啊，刚才在法庭上又说他是首席大法官，这都是没事。关先生，你儿子是不是有人格分裂这种精神疾病啊？他从小就有这种病，很可怕的。我记得有一个晚上，睡到半夜，我突然惊醒，阿忠就坐在我的身边，抓着我，嘀里咕噜不停地骂，我也听不懂他说的是哪一国的语言。幸好有个女佣刚好进来，看到这种情形就把她拉开了。那个女佣是泰国华侨，她说阿忠讲的话是泰语。阿忠说他自己是曼谷的一个消防队员，我抢走了他的老婆，他要杀我。怎么会有这样的病？是啊，太可怕了。以前哦，我看过很多次，少爷啊，他自以为啊，妓女门口出货，有时候又自以为计程车司机，有时候又自以为外科医师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实在哦，太恐怖了。那你应该早点跟我说的。我们是坐在同一条船上，你有没有当我兄弟过？唉，
的儿子有这种病，哪个做父母的愿意告诉别人啊？他已经5、6年没有发病了，我以为他的病已经好了。关先生，我想我要恭喜你了。别说你儿子强奸了一个哑巴，就算他今天杀了人，他都不用坐牢的。是吗？我保证呢。谢谢。海乔，我们看新闻说那个兔崽子在庭上发疯啊，说自己是什么大法官呢？他是不是又想耍流氓了？我们问过精神科医生，医生说他这个症状是人格分裂，是很严重的精神病。海乔啊，那他这个病会不会影响法官的判决啊？依照台湾的法律，如果他真的得了这样的病，是不用为他的行为负责的。他不用坐牢哦。法律上他不算是罪犯，所以不用坐牢。但是法官应该会判他去医院接受治疗，通常1、2年，最多不会超过5年。不公道！世界上有这种不公道的事吗？那个兔崽子连畜生都不如，强暴了一个残障的女孩，还不用坐牢，不公道！对，不公道！外公外婆，你们先不要冲动，法官不会这么容易就相信他有精神病的，他们应该会找一些专家来进行检验。小林，不要这样，还要什么专家检验啊？啊！我听到那个新闻报道，就知道那个兔崽子他根本就是在演戏。我在屏东老家的时候，看很多那个当地在骗人的样子啦。我伫咧下骹非常的凄惨，你还赶紧摕5000块，予迄个当机替我做法事，我人才会轻松。老公，下面真恶会惊，你还加添一寡油香，就这样演个戏，就不用坐牢啦，哈，就不是罪犯啦。如果法官真的这么判的话，我一定去法院门口绝食抗议。我也要去抗议。我这条老命哦，豁出去了啦！我也去。好了好了，大家别那么激动了。汉子啊，你认识关聪那么久，有没有看过他发病？没有，不过什么？不过他的个性是真的很奇怪，情绪常起起伏伏的，有时候看起来很善良，有时候又很凶。我也常猜不透他。我在看一本跟人格分裂有关的书，原来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精神疾病。像美国有个男人，他的身体里面就有13个人格，有寡妇，有男高音，有乞丐，甚至还有杀手。我刚刚见检察官，他说明天才会传关聪出庭，我看到时候还找一个精神科医生来检查他吧。你觉得关聪到底是在演戏，还是真的有人格分裂？走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谁啊？梁爽。梁爽，那个警戒超级麻烦的人。他可以帮助我们。高队长，是我听错还是你说错啊？堂堂一个警戒栋梁犯罪克星，我只是个无名小卒，一个在天一个在地的，你找我帮忙啊？不要开玩笑了吧？梁爽，你应该有留意到那个残障少女被性侵的案子。我希望你明天出庭旁听，帮我们观察那个关聪到底是真的有人格分裂，还是在演戏。算了吧，高队长，我这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，你找我帮忙只会浪费你的时间而已。是啊，我是有点小聪明啊，不过正如你所说的，我是个又自大又小家子气、难成大器难成大器的人。如果你真的介意我给你当年的评语，就这样吧，我跟你道歉。这我不敢当，
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我受不起的啊。来，先坐下，来，坐。梁爽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这样子啊？那好，高队长，你给我3个理由，为什么台湾有10多万个警察你不找，偏偏要找上我这个无名小卒啊？我给你1个理由，你这个人有100个缺点，但是你有1个优点，你的观察力比任何人都强。是吗？你太客气了。是啊，如果说抓贼，我当然比你厉害，但如果说比观察力的话，你一定赢我。梁爽，我是说真的。好，就冲着你这句话，我帮你帮到底。我梁爽18岁加入警局，被降职降过2次，被记小过记过2次，被上司口头警告过10几次，不是被人笑，就是被人玩。高尚，我跟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以后有什么忙叫我帮，我义无反顾，帮你到底。谢谢你，梁总。林女士，你在关建明他家帮佣多少年？10多年了。你有看过被告发病吗？有，大概7、8年前。但是老爷吩咐我们，千万不可以跟别人讲的。你看到什么？我上楼呢，请少爷要下来到餐厅吃饭，谁知道少爷他突然的。想要到你家拄到你这个前世，可是你交我的查某孙仔才会去叫开迄个前世。书记，你刚知影我的查某孙仔才9岁尔咧，我查某孙仔的命来，希望查某孙仔的命来。儿子。跑出去！希望查某孙仔命来，希望查某孙仔命来。少爷，希望命来。少爷，我查某孙仔，我查某孙仔，我命来。